这个春节恐怕有些人过得并不安心。2月1日开始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10%关税的重拳正式落下。有趣的是，官方这回玩了一个春节躲猫猫的把戏，装聋作哑，视而不见，企图用过年的喜庆气氛掩盖这个不太体面的消息。但事情的发展远比想象的要糟糕。让我们来捋一捋这个时间线。1月中旬，美方放出狠话，要求中方在贸易不平衡、芬太尼和 TikTok 等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。川普当时就说期待立即开始解决这些问题，这谁都听得出来，这是最后通牒的味道。结果接下来几天发生了什么？刚过几天，官方就忙着搞其他外事活动，该干嘛还干嘛，搞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等到过年这几天，更是集体销声匿迹，对川普的10%关税威胁连个屁都不放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人家都把刀架在脖子上了，你还在那儿装看不见，这不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吗？要是现在不解决问题，等到关税真落地了，那可就不是装也装不下去了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去年11个月，中国对美出口就达到了4014.08亿美元。按照这个趋势，保守估计2025年还能保持4000亿美元的规模。10%的新关税是多少？足足400亿美元。换算成人民币呢？差不多2800亿。这笔钱最后谁买单？还不是中国老百姓。更讽刺的是，1月27日，也就是春节前最后一次外交部记者会上，有记者问到芬太尼的问题，发言人还在那儿念经似的说，中方为美国应对芬太尼类问题提供了支持，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禁毒合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。这话说的怎么听怎么像在说相声。美方都说了要加关税了，你还在那儿说希望美方，这不是打太极吗？而且这种消极应对的策略代价有多大呢？现在中国老百姓消费都已经开始降级了，吃个饭都要精打细算，结果还要为官方的不作为再埋单2800亿，这还只是开始。如果川普后面真的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，第一年关税会再跳10%，第二年直接飙到25%。再来看看汇市的反应，2月1日当天，离岸人民币就扛不住了，一路跌到7.32。高盛预测说，未来3个月人民币可能贬到7.4，半年到1年内可能冲到7.5。野村证券更悲观，预计第二季度可能直接跌到7.6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钱包又要遭殃了。人民币贬值，进口商品价格上涨，物价上涨，但工资涨幅跟不上，实际购买力继续下降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问，官方就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吗？还真有。2月1日，官媒在首页发了篇文章，标题是继续报复。美国 FBI 或面临大裁员。你说说，美国加关税了，你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反而在那儿幸灾乐祸人家 FBI 裁员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这种消极应对的战术，说白了就是在赌。赌川普可能会手下留情，赌美国国内反对声音会很大。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，这注怕是要赌输了。让我们进一步分析，这10%关税到底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伤害？很多人可能觉得10%听起来也不是很高嘛，但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。先给大家看个有意思的数据。2021年到2023年，中国对美出口额是这样的：2021年是5042.46亿美元，2022年是5362.59亿美元，2023年掉到了4268.85亿美元。注意看这个数字是怎么变化的，先涨后跌，而且跌得还不小。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中国企业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。现在再加上这10%的新关税，很多企业可能连汤都喝不上了。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，假设2024年中国勉强能保持4000亿美元的对美出口，10%新关税就是400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2800亿。这笔钱谁出？表面上看是出口企业出，但实际上呢，企业要么加价转嫁给美国消费者，但加价之后可能卖不动了，要么就得自己吸收这部分成本，但很多企业利润本来就薄得很，哪有这个能力？最后只能通过压低工人工资，减少用工来消化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最后都是中国老百姓在买单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你们看官方这个态度，死活不愿意在芬太尼、TikTok 这些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。那好，川普后面还有更厉害的招，取消最惠国待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一旦失去最惠国待遇，第一年关税自动加10%，第二年直接蹦到25%，那又是一个2800亿的账单等着中国。现在我问大家，你们工资一年涨了多少？物价涨了多少？房贷月供涨了多少？现在又要给这些关税埋单，老百姓的日子还能好过吗？野村证券已经预测，今年第二季度人民币可能跌到 7.6。高盛也说，半年到1年内可能会到 7.5。人民币每贬值1分，中国人的购买力就少1分。去超市买进口牛奶要多掏钱，网上买个进口电子产品要多花钱，孩子要吃的奶粉又要涨价了。更狠的是什么呢？为了应对关税，现在很多外贸企业已经开始往东南亚转移了。越南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的订单都在增加，中国的订单在减少。工厂搬走了，就业机会也跟着没了。来看看数据，2024年，越南对美出口同比增长了11%，印度增长了9.2%，而中国却下跌了近20%。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中国不仅在失去订单，还在失去就业机会。有意思的是，官方现在还在那装没事人。商务部2月2日的回应是什么？将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，采取相应反制措施。我都想问了，你去年向世贸组织提的那些诉讼，哪一个打赢了？哪一个真的帮到了中国老百姓了？最让人无语的是，在这种时候，官方媒体还在那搞什么转移注意力的把戏。你说人家 FBI 裁员关中国老百姓什么事？能帮中国人多赚1分钱吗？能让关税少1分吗？所以我说，别看这关税是美国收的，最后疼的却是中国人自己的腰包。现在就看官方到底准备怎么破这个局了。但从目前的表现来看，我看悬。再这么躺平下去，只怕是要把老百姓的钱包给躺穿了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事情就到这儿了吗？别急，今天爆出的这个10%关税，充其量只能算是川普的第一记耳光。让我们看看他手里还握着哪些牌。第一张牌是 TikTok，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短视频平台问题。美国正在酝酿一个法案，要求 TikTok 在半年内被出售，否则就在美国市场彻底禁用。现在 TikTok 在美国有 1.7 亿用户，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。这要是被禁了，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。第二张牌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重新谈判。当年签的那个协议里，中国承诺2年内从美国多进口2000亿美元的商品。结果呢？连一半都没完成。川普现在气不打一处来，扬言要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。第三张牌更狠，新冠溯源。这事儿说起来都让人脊背发凉。要是美国真的死磕这个问题，那可不是加个关税这么简单了，搞不好就是天价赔偿。高盛的分析师说得好，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
比2018年、2019年那轮贸易战更严峻。那会儿还能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对冲，现在呢，地方债务已经高得吓人，货币贬值压力山大，能有什么好招？我给大家捋一捋未来可能的发展。一、关税加码是板上钉钉的事，第一波10%只是开胃菜。二、人民币汇率很可能继续走弱，7.5、7.6都不是终点。三、外资继续撤离是大概率事件，越南、印度正在笑醒。四、就业压力会进一步加大，工资增长更难了。最可笑的是什么？现在官方还在那儿说我们有信心，形势一片大好。我就想问问你们的信心从哪来？用什么来支撑？总不能光靠嘴说吧。所以说，这个春节过得确实不太平，但更不太平的日子还在后头。只希望官方能早点醒悟，别再玩什么鸵鸟政策了，要不然这个代价可不是老百姓能轻易承受得起的。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，不是美国会不会出手的问题，而是什么时候出手，出多重的手的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的决策者还在那儿装睡，这戏演的也太过了。只可惜最后埋单的还是中国这些老百姓啊。